我带着手机穿越，被皇帝封为神女。皇帝要祭祀，我打开天气预报，明日晴转大雨，不宜。贵妃想复宠，我点开《甄嬛传》，雪地蝴蝶菊，多雪雪。摄政王新婚之夜，懵懂生疏，我调出小视频，超多资源，你有福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穿越了，穿越的第一天就被皇帝召见。听说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我掐着手指，故作深沉的点头。是的。神君说皇上乃龙的传人，特派我前来相助，望皇上早日一统天下，位列仙班。皇帝大喜，但对我的身份仍持怀疑态度。正巧钦天监前来拜见，他说：据臣夜观天象，明日晴空万里，是祭祀的好日子。皇帝满意地点点头，捋了把胡子，随后转向我：你觉得呢？我淡定地掏出手机。皇上莫急，待我用法器勘测一番。皇帝来了兴致：你手上的是何物？我将手机呈上。我在天上号称平躺仙子，此乃我日夜呕心沥血修炼的法器，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。他眼睛一亮，起了贪婪之色。这如何使用啊？我点开指纹解锁，此法器认主，只能我一人使用。皇帝学我，也将手指放上去，结果手机熄屏，并无反应。他悻悻然地还给我。这样啊，既然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那你告诉朕，明日可祭祀？我熟练地点开天气预报，上面画着朵小乌云，10点过后显示小雨转暴雨。回皇上，明日不宜祭祀，请转暴雨。钦天监怒了，气得脖子通红，他指着我：老夫当了30年钦天监，不曾出过差错，岂容你一黄毛丫头在这儿放肆？我摸了摸头发，哦，紫色已经褪成了黄色，下次不染了。我摊手无奈：你不信，那就走着瞧呗。你……钦天监还想说什么，却被皇帝打断，他哈哈一笑：好，朕就欣赏你自信的样子。若明日真如你所说，朕封你为神女；若不是，那可就是欺君之罪，朕就将你打入大牢。我叫江锦，来自公元2124年。2124年的手机已经更新了几百代，天气预报从未出错，可不像100年前。我的曾曾祖母告诉我，我们那个时候哪有你们这条件，充电都是要用数据线的，还要联网。娘嘞，天气预报一点都不准，早上跟我说晴天，下午我就淋成了个落汤鸡。你们可享福喽。他说的那种手机我没见过，毕竟现在市面上的手机都是太阳能充电的，没电了放太阳下晒一晒就好了。至于联网又是个什么东西，我不知道。我欣然同意皇帝的赌约，因为我足够自信。皇帝将我安排在一个单独的寝宫，配了6个宫女。她们见到我就议论纷纷：她长得好漂亮啊，是不是新妃子啊？她手上那个黑色的砖块又是什么东西？我举起手机：你们说的是这个吗？这是我的法器。我不是妃子，我是神女。宫女们笑成一团，我却无奈道：真的？信不信我1秒就能给你们画一张画像？他们摇头，略有些不屑。宫里最好的画师做一张画都需要2个时辰。我招手示意他们靠拢站在一起，然后熟练地点开相机。咔嚓，一张宫女大合照便存进了我的相册。里面的人有表情木讷的，有笑弯了腰的，有神色迷茫的，有从容不定的，却都有一个特征：鲜活明亮。众人凑到我跟前，眼中流露出赞叹之色，不可置信地道：这是我？天啊，简直一模一样。我高深莫测地点点头。所以我说我是神女吧，这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。然后我拿出照片打印机，不到10秒，一张色彩鲜艳的照片就被打印了出来。为首的宫女忍不住上手接过照片，她满眼羡慕地感慨：这色彩，这速度，神女，你真的是神女。她这一夸把我夸高兴了，我直接把照片送给了她。谢谢，愿你以后都像今日这般明艳。其他人站在一旁，捶胸顿足，好不懊悔。我适时的画饼：只要你们做好自己分内的事，每个人我都会为他单独画一张画。宫女们惊喜地捂住唇，然后跪下谢恩：谢神女赏赐。
一时间，我会法术且能1秒作画的事仿佛长了翅膀，一下子传遍了后宫。号称最牛逼的理画师背着匣子，气喘吁吁地赶过来。画呢？快，画给我瞧瞧！他一把抢过宫女手里的照片，哭得老泪纵横。我活了60年，从8岁就开始作画，至今都没有这样的成就。神女，请受老夫一拜，收我为徒吧。我耳间染上一抹红，惭愧惭愧。第2日清晨，我便被宫女叫醒。江神女，马上就要开始祭祀大典了。我睡眼惺忪地摸过手机，一看时间才凌晨6点。天啊，古人都起这么早吗？收拾一番后，宫女带着我来到祭祀的地方。此时，红日从东方升起，薄雾散去。青天剑背着手，像只斗志满满的公鸡，得意地说道：“我就说我不可能弄错，黄毛小儿还不速速跪地道歉。”皇帝也黑着脸，抬手示意身后的侍卫将我押入大牢。我淡定地喝了口茶，别急，等40。祭祀礼节繁杂，等准备妥当后，正好40开始。青天剑偏偏不信这个邪。皇上，莫听这丫头胡言乱语，若再不开始准备，可就误了时辰。对于相处了10多年的青天剑，皇帝自然选择相信他。于是我被押入了大牢。我也不恼，既来之，则安之，干脆躺在稻草上补觉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阵轰隆隆的雷声将我吵醒。我没法看到外面的天色，只能听到电闪雷鸣，风雨欲来。1刻钟后，皇帝身旁的小太监急匆匆赶来，面露讨好，将我迎了出去。神女，皇上有请。见太监对我的称呼变了，我心里便有了底。从地牢到金宝殿大概要半个时辰，小太监一边陪着笑脸对我说：“神女少安勿躁，雨天路滑。”一边又催促着马夫：“你这憨货，快点啊，圣上正候着呢。”雨势越来越大，马蹄带起的水花溅了路过的宫女一身。他们索性扔掉了油纸伞，抱着祭祀的炉子、糕点东躲西藏。来来往往的身影像忙碌的小蚂蚁，他们顾不上着凉发烧的后果，只知道祭祀毁了，皇帝的怒火谁也受不住。果然，我一踏进金宝殿，便发现殿内的气压比平时低了好几度。皇帝坐在龙椅上，脸色阴沉，他用力将奏折一扔，不偏不倚地砸中跪在地上的青天剑。青天剑的额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肿，头上的冠帽也歪了，他却不敢扶，而是反复磕头。皇上息怒，皇上息怒。皇帝见我来了，脸色稍稍缓和，命太监抬来了座椅。朕听信了奸臣所言，望神女勿怪。我摆摆手，无事。皇帝叹气道：“这次祭祀本是为了南方的瘟疫所设，如今被一场大雨打乱，是不是上天不愿助朕度过此关？原来还是个为民的好皇帝啊！”思量过后，我说道：“正如我来时所说的那样，神君托我前来相助圣上您，今日自然不会是天道所阻。我利用法器勘测，5天后便是个祭祀的好日子，可保我朝风调雨顺，百姓安居乐业。至于南方的瘟疫一事，或许我有办法解决。现代医疗技术先进，早就将古时候的疑难杂症解决，瘟疫自然也不在话下。我愿和朝廷的军队南下，负责此事。”皇帝欣喜若狂，他不顾形象地从龙椅上下来，小跑到我面前：“好，若神女能顺利解决瘟疫，回京之时朕必有重赏。”这时他看到缩得像只鹌鹑的青天剑，又忍不住上前踢了一脚：“蠢驴，来人，剥去官职，贬为庶民。”话音刚落，青天剑呆呆地坐在地上，眼神里充斥着绝望。他看着柱子，脑海中有了想法：臣无能，愿来世再为皇上效力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我飞快地挡在柱子前，被他的铁头撞了个踉跄。我靠，哥你这真大啊！青天剑狼狈极了，哭得老泪纵横。我向皇帝提议，不如让他负责5日后的祭祀，将功补过。此话一出，青天剑看向我的眼神里满是感激，他不等皇帝发话，便连连道谢：“谢谢神女，谢谢神女。”皇帝目瞪口呆，摇摇头：“罢了罢了。”我也松了口气，好歹人家也勤勤恳恳地给朝廷打工几十年，这么绝情不太好。而且，我看向地上恍若重生的青天剑，
这么多年勘测天象未曾出错，也是位不可多得的人才，说不定他在历史上也会留下浓浓的一笔。皇帝让我和钦天监负责完祭祀事宜后，再随军队赶往南方救灾。祭祀还剩3日，钦天监已经以我马首是瞻。我站在城墙上，望着天色沉思。他拿着个小本子，谄媚地站在我边上。神女，未来几日的天气如何？我高深莫测地说道。明日万里无云，是个大晴天。他点点头，手里的笔不曾停过。明日天晴。趁他做笔记的时间，我偷摸着拿出手机，飞快地扫了一眼。后天可能有雨。他记得认真。后天下雨。我浏览着未来半个月的天气，浏览着，便下意识点进了小视频。首页弹出来的芝士蛋糕让我咽了咽口水，往下滑，又是香辣小龙虾、奶茶、酸汤肥牛。我边说边翻，大后天天晴，是个祭祀的好日子。钦天监，大后天是祭祀的好日子。然后我就有点迷糊了，麻辣小龙虾要蘸料，奶茶7分甜就够了，酸汤肥牛得拌饭吃。钦天监，麻辣，什么虾？我用咳嗽掩饰尴尬。你听错了，我说的是天要降温了。哦，神女，娘娘有请。萧贵妃身旁的宫女彩儿爬上楼墙，气喘吁吁。她来我宫里看过照片，所以我有点印象。咋的了？我用衣袖给她扇风，彩儿受惊若宠地后退一步。回神女，我家娘娘听闻神女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法力高超，所以她有一事不解，需求助神女。若神女有空和我走一趟，娘娘必有重谢。我眼睛亮了几瞬，听说萧贵妃家大业大，出手肯定大方。走，你带路。萧贵妃今年也不过才24岁，她侧身躺在紫玉珊瑚榻上，美目清和，透过屏风，我也知她身姿窈窕，贵气天成，但眉间却有一股淡淡的哀愁。听到动静，萧贵妃连忙起身。神女你来了。她越过屏风，端庄地站在我面前，美得惊心动魄，我的眼睛都快看直了。一时间，我脑海里只有一首诗词：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，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。萧贵妃却有些茫然，她抚着自己的脸。我脸上有脏东西吗？我嗤笑着回答。没有。萧贵妃坐回榻上。想必彩儿已经跟神女说了我的请求了吧？若神女能帮我，我必有重谢。她示意身旁的宫女从内寝抬出2个箱子，打开之后，里面金灿灿的珠宝差点闪瞎我的狗眼。她似乎有所顾虑。我知神女是钱财为粪土，但我能给的只有这个了。我哈喇子差点就流出来了，正色道：娘娘放心，你所求之事，我心中已有对策。萧贵妃住的宝华宫是皇宫内最奢华的宫殿，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是最好的，稍次于皇帝的养心殿，也能看出他曾惯宠6宫，享无尽恩宠。但半年前他意外被妃嫔陷害流产，皇帝顾及那位妃嫔身后的家族势力，只是贬了那人的位分，禁足1年。萧贵妃对皇帝的处理不满，于是2人之间生了间隙。每次皇帝来宝华宫都被拒之门外，慢慢的他便不来了。宫中流言四起，都是群看碟下菜的人，连萧贵妃身边的宫女也被针对了。于是他便起了复宠的心思，却又放不下脸面请皇帝过来宝华宫，就拜托我想个法子。我托腮沉思，这剧情走向好眼熟啊，好像我曾曾祖母跟我说的《甄嬛传》里甄嬛复宠的片段。我干脆打开手机，点击搜索该片段。一旁的萧贵妃凑过来：神女，这就是你的法器吗？对呀，我给你模拟一下你现在的处境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将视频转大屏，萧贵妃看得津津有味。没错，过程差不多，但是我不是被罚跪导致的流产，是那贱人用脚绊了我一下。她骄傲的像只孔雀，所以我连夜喊人打断了她的双腿，然后跪在宝华宫前1天1夜。现在的她就是个残废。我嘴角抽搐，皇帝还挺宠萧贵妃啊，虽然只贬了那妃嫔位分，但对她被打断双腿的事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荡过去了。也是，萧贵妃身后的家世也不容小觑。那天我和萧贵妃坐着看了1下午的《甄嬛传》，越看越上瘾，
从轩轩入宫看到他雪地蝴蝶复宠，萧贵妃意犹未尽。神女，你明天也能来我宫里吗？或者你能不能把这个法器卖给我？5箱珠宝，哦不，10箱，15箱。我像糊弄皇帝那样糊弄他，我的法器认着哦。萧贵妃有些失落。好吧，这辈子我最看不得美人难过，所以承诺道，明天我还来。他一下就来了劲。好，我来时2手空空，走时1手1箱珠宝。萧贵妃得到了复宠的法子，也满意极了。临走时我跟她说，其实只要你肯对皇上用心思，不需要蝴蝶的助攻也能成功。你只需要把镯子往门口一扔，假装与皇帝偶遇。上一个这样做的梅姐姐已经给孩子上户口了。祭祀的过程很顺利，皇帝还安排摄政王跟我一同南下。他嘱咐摄政王，神女乃天赐的庇护，一定要保证她的安全，将她安全带回。摄政王故意拖着腔调，遵命。他眼睛里透着轻傲，我知道他对我这个从天而降的神女怀有鄙夷的态度。我也不恼，悠哉悠哉地上交，躺着玩手机。摄政王淡淡地瞥了我一眼，皱着眉，似乎对我的反应很不满意。幸亏我没看到他的神色，不然我得被气笑。咋地大哥，我还得托马斯360度大旋转跪你面前说求你了大哥，千万别看不起我，我脸皮薄，我被人看不起我会死的。闹瘟疫的地方叫齐州，手机早就帮我勘测了从京城到齐州的地形。南方多山路，道路崎岖，这么群人浩浩荡荡的南下，到达目的地得10天半个月。我点开地图导航，跟摄政王说，我们经过幽岭的时候走左边那条路，这几天幽岭下暴雨，右边的路可能被堵住了，过不去。他坐在马上，似笑非笑。原来神女是个神算子啊，招摇撞骗都到皇宫来了。我皱眉，这人有点大毛病，对我怎么有这么深的恶意呢？我也不想与他多说，直接放下了帘子。摄政王的声音透过帘子传了进来，他的下属有些犹豫。王爷，既然神女说走左边那条路，那我们计划照旧。我从不信那些江湖骗子的话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手机地图上右边那条路一片红色，明显是堵塞已久。好言难劝该死鬼，他愿意多走点弯路，我也没办法。慢悠悠地走了4、5天，我趴在榻上昏昏欲睡。突然马车停了，前方领路的士兵急匆匆折返，他对着马上的摄政王说道，王爷，前方山体滑坡将道路完全堵塞了。一时间队伍里响起对王爷的质疑声，以及对我的称赞。真被神女说对了，这条路果然堵了。这下好了，换条路又得增加5、6天的行程。我们能等，但齐州的百姓等不了啊。要是一开始王爷听了神女的，就不会有这些事了。神女不愧是神女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。摄政王的脸色黑了又黑，最终他还是放下面子，撩开了我的帘子，请神女指示。他一字一顿，说得很是勉强。我打了个哈欠，拿出手机重新规划导航，折返3公里，走南陵县那边的小路。我的声音不大不小，足够让周围的士兵都听到，于是他们动作很是迅速地改变了方向。摄政王咬了咬牙，只能驾马跟上。经此一事，他对我的态度倒是变了一些。晚上大家休息吃饭时，摄政王居然主动给我拿了一些饭菜过来。我有些惊讶，给我的，皇上命我照顾好你。他抿了抿唇，眼神中掠过一丝凝重。你对齐州的瘟疫有多少把握？我嚼着菜含糊不清，没有把握。什么？你不是神女吗？我翻了个白眼。不是你说我是神棍吗？摄政王嘴角轻扯，像是轻笑了下。所以你有什么打算？我边吃边说出了我的计划。首先控制住传染源，将感染和未感染以及疑似感染的人分为3批，分开隔离。摄政王点了点头，想法不错，继续说。队伍中从京城而来的医师，我命他们早早准备了制作面巾的布料，还有大批用来抑菌消毒的苍术、艾草。至于治疗方面，我已经初步了解了瘟疫形成的原因，能有效治疗的方子我手上也有，太医院的人会帮忙准备药材。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。我心里也有些犯嘀咕，
毕竟瘟疫这种东西只在电视上看到过。摄政王却盯着我，眸中有说不出的意味。良久，他才开口：“你确实有几分实力，之前多有冒犯，抱歉。我这人比较佛系，其实无所谓，反正我也不在乎别人的看法。我不怪你，你去吃饭吧。”我手里的饭菜都快凉了，这人怎么一点都不懂人情世故？他轻声嗯了一声，刚走了几步，又突然说道：“泽恒，我的名字。”路上耽搁了几天时间，等到达齐州时，已一片荒凉，白骨成堆。无论是镇上还是县里，偶尔有3两百姓路过，他们看到浩浩荡荡的队伍，飞快地躲了起来。每户人家都大门紧闭，时不时听到里面传来沉闷的咳嗽声，像是含了一块炙热的煤炭在喉咙里，嘶哑难听。齐州的县尉也感染了瘟疫，无法跟我们解释现在的情况。没办法，我们只能暂时住下来，搭棚熬药，又连夜做了上万条面巾，让士兵们带上。不少士兵以为这是治瘟疫的法子，蠢蠢欲动，想取下送给路过的百姓。我厉声阻止了他们，然后高声喊道：“你们脸上的这个面巾，是我和医师浸泡了多种抑菌的药草连夜做成的，它能阻止瘟疫的传染，但没有100%的概率。你们都是我朝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是齐州突破难关的希望，不要因为一时的恻隐之心，葬送了整个队伍。我希望你们能在保护好自身的情况下，再去帮那些受苦的百姓。面巾无论如何都不能取下来。”我也带上了面巾，指挥士兵将每户人家的病人抬出。偶尔也会碰到不肯开门的，我直接让泽恒一脚踹开，再抬出来。重症患者我安排在城东的院子里，轻症的安排在隔壁，至于疑似病例则住在另外一边。那些免疫力强、未感染的百姓喝了清热解毒的药后，带上面巾一起加入了队伍。你们不要抬走我奶奶，放开她。一个小女孩趴在老人身上，老人已经病得严重，他俩必须分开。我趁机将小女孩抱在怀里，安慰她道：“妹妹别害怕，你奶奶会没事的。”小女孩很机灵：“你骗人，我明明看到你们把人都抬出城烧了。”这话在好不容易安定的人群里犹如一枚炸弹，激起千层浪。我解释道：“那些人都已经过世了，但他们体内还有瘟疫，会伤害其他人。”百姓们小声议论，又夹带着愤恨：“等我死了，是不是也得被烧成一堆灰？我不要，我就算死，也要埋在土里。跑吧，大家都跑吧，不然都留不了一具全尸。”病重的百姓奋起反抗，场面一度控制不住。我咬了咬牙，大声喊道：“神女在此！”他们沉寂了一瞬，又开始吵闹。我感觉我的脚趾快要抠出一座巴比蒙换城堡了，好尴尬，怎么回事？但我还是硬着头皮道：“我是神女，奉上天之命，前来解决瘟疫。不信你们听。”我将手机里提前录进去的声音做男声处理，又通过变音带上了几分电音。吾乃9天神君，知晓瘟疫一事后，特派神女前往凡间相助。百姓从未见过手机这个东西，自然就被唬住了。就连我身边的泽恒看向我的眼神都有着震惊，下巴快掉到了地上。你真是神女啊？我尴尬一笑。对啊，装过头了，一开始只是想唬一下皇帝，结果被派来全国巡演了。此时天气预报提醒我2分钟后即将下雨，于是我干脆盘地而坐，合眼施法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：天神有令，邪道诛灭，天灵灵地灵灵，赐我风调雨顺。轰隆！老天爷很给面子的打了个响雷，随后哗啦啦地下起了雨。看着周围人崇拜的眼神，我就知道我的逼格又装到了一个新高度。诸位，我已与神君联络，他赐我瘟疫解药，大家都有救了。百姓们泣不成声，纷纷跪地，异口同声地道：求神女救救齐州，求神女救救我的家人。我的眼眶也有些湿润，本抱着先稳住大家的想法，才搞了这么出戏，现在看着他们一副得救了的模样，心里真的不是滋味。1个月时间过去，幸好瘟疫顺利解决。我们制作的面巾帮了大忙，京城运过来的药材数量也很多，足够医师反复实验调剂量。泽恒也一改之前的狗脾气，他看着虚弱却终于有胃口喝粥的人们，欣慰地笑了。
江锦，我可以这样叫你吗？我不在意的回答。可以啊。大家都神女神女的叫，好不容易能听到有人喊我本名，何乐而不为？我会起书告知皇上，你在齐州大放异彩，担得起神女这个名号。泽恒耷拉着眼皮，有点无精打采。之前对你无礼，道歉。然后他就水灵灵地倒了下去。我愣了2秒，高呼士兵，来人啊！医师说泽恒这些天没休息好，导致精疲力竭，换句话说就是太累了，多睡会儿就好了。我长舒一口气，人没事就好。泽恒这一睡，睡了3天3夜。皇帝飞鸽传书过来催我们回京了，他还没醒。我有些郁闷，坐在他门口画圈，说好要写书信给皇上夸我牛逼的呢，我还惦记着赏赐呢。吱嘎，身后的门开了，泽恒面色红润，他闭着眼，神清气爽地伸了个懒腰，下一秒就看到我幽怨地坐在阶梯上。泽恒吓了一跳，江锦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刚想提写书信的事，眼睛转了转，卖惨道，还不是担心你。你睡了3天3夜，我就衣不解带地照顾了你3天3夜，还好你没事。吓死我了。我这样说，他应该会在书信里多夸奖我吧，嘿嘿。结果这厮两颊绯红，说话也有些结结巴巴。真的吗？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我气定神闲。唉，谁让我大人有大量呢？临走时，我不忘提醒泽恒，记得写信哦。他呆愣愣地回答，好。又经过路上半个月的颠簸，终于回京了。我拜见皇帝，他问我想要什么赏赐，我小嘴一歪，当然是要黄金万两，官袍加身。但齐州百姓对未来满眼希冀的神色突然浮现在我脑海中。神女，你想要什么赏赐？皇帝见我低头默不作声，便出声再次询问我。身旁的泽恒也朝我投来了目光。我抬头灿然一笑，我想要组织一场捐款活动，集资拨给那些穷苦地区的百姓，愿他们从此生活无忧，安居乐业。皇帝眼中闪过赞赏，他连连称好。神女心怀大义，乃我朝之幸。明日早朝，朕便将此事告知诸位大臣，所捐金银衣物不限，尽己所能。拜见完皇帝，泽恒和我一同走了出去，他欲言又止了好几次，我瘪嘴。你说吧，觉得我不要赏赐很傻呗？泽恒摇头，不，你很善良。那你还有什么事吗？就是……他又支支吾吾，似乎很难为情说出口。不等他开口，萧贵妃先他一步搂住我的胳膊，神女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呜，我要看轩轩回宫大杀四方，跟我走吗？我在宫里准备了好多点心，都是你爱吃的。我也突然想念宝华宫的美食了，便急匆匆挥手向泽恒拜拜。那下次再说哈。捐款的那日，我抱着萧贵妃给我的那2箱珠宝，肉疼不已。宫女提醒我，神女，其实您捐一部分就可以了，剩下的您自己留着。我叹了口气，还是都给他们吧，我在皇宫有吃有喝，这些珠宝也用不了，虽然它们真的很漂亮。呜。哎呀，你喜欢什么珠宝，我直接送给你不就好了？萧贵妃风风火火的来了，她身后跟着随从，抬着3大箱金银珠宝。诺，知道你要搞捐款，这都是我和我母家凑来支持你的。嘿嘿嘿，还有老夫。理画师背着匣子，手里拿着一个袋子，应该装着他的积蓄，金额不多，也算老夫的一片心意。青天剑也匆匆赶来。还有我呢。门口3、4位宫女探头探脑，都是我比较熟悉的面孔，他们推搡着将1袋银子递给我。我们也想尽一份力。我有些感动。其实你们不用这样。萧贵妃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只要你多让我看几集轩轩就行了。我有点汗颜，轩轩后期都准备屠龙了，这可不行看啊。理画师也不好意思的挠头。老夫想要几张神女做的画。青天剑也厚着脸皮。未来半个月的天气预测。我又问宫女，你们呢？你们想要什么？他们惶恐地跪下。我们什么都不要，捐款是为了感谢当初神女帮忙作画，可以让我们送给宫外的家人留个念想。对啊，我娘都7年没看到我了，我突然把画送给她的时候，她可高兴了。
我笑着擦干眼泪，等有空的时候多给你们画几张。这时，萧贵妃身边的彩儿跑进来，凑到她耳边低声说了句什么，只见她一脸震惊地看着我。神女，摄政王请皇帝下旨赐婚。我掏了掏耳朵，她的声音又尖又细，差点刺得我耳膜穿孔。赐婚？谁啊？你？什么？泽恒请旨赐婚那天，据说皇帝都准备同意了，结果我破门而入，硬生生打断了两人的谈话。皇帝怕我有一天离开安国，所以他很乐意找人捆住我。我好说歹说，皇帝始终不愿松口，让泽恒即日就准备成婚礼，甚至威胁我。在安国，朕才是真命天子，眼看来软的硬的都不行，我准备来玄学的。于是我一本正经地道：皇上，我不能成亲。皇帝满脸问号，为何？破国运。这3个字从此灭了他想替我赐婚的想法，比任何方法都好使。后来泽恒约我出门，笑得苦涩。江锦，你就这么不愿意嫁给我？我也无奈解释，可我根本不喜欢你。可感情是能慢慢培养的。打住，不提这事，我们还能做朋友。在现代，家里给我介绍了各种优质男，我都不愿意结婚，更何况在妻妾成群的古代。泽恒现在喜欢我，对我是真心的，可感情界一直有句名言，真心瞬息万变。而且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拒绝了泽恒后，我离开了皇宫，沿着地图路线，我来到了一些穷苦地区。这里的孩子资质聪颖，却没有学堂可读，所以我带着萧贵妃赠予的金银开了间学堂，无论男女皆可来上学，包吃包住，但每周都有考核，考核未过者不得再次进入学堂。这项规定也是为了防止那些蹭吃蹭喝的人。我知道皇帝一直派人在暗中保护我，也未挑破。因为穷山恶水出刁民，这句话是有根据的。我一直秉着先保护自身，再造福他人的原则。而泽恒也时不时地追过来，陪我教小孩子算术。他气质非凡，举止金贵，村里的人都猜他大有来头，自然也不敢来招惹我。我自知让学堂里的孩子个个考取功名是不可能的，所以就只教了他们一些基本的算术和文法。另外，对于表现格外突出的孩子，我会挑选后送进萧贵妃家办的学堂。孩子有了书读，等他们考取功名，萧贵妃的母家也能壮大自己的势力，一举两得。所以萧贵妃压根没意见，甚至自掏腰包支持我走遍全国。我也不客气，带着这些钱从南到北，我神女的名头也越来越响亮。我在外漂泊的第7年，泽恒传来书信，他要成亲了。这些年刚开始时，他来的次数特别勤，慢慢的，后几年就不来了。他在书信中写道，很怀念与我在齐州共患难的日子，那是他青葱岁月中不可磨灭的一段美好时光。洋洋洒洒一大页纸，其实我觉得最后一句才是最关键的。我下面好像出了点问题，回京急救，速回。我嘴角抽搐，呵呵。再度回到京城，泽恒就将我请去了王府。临近中年的他扶着腰坐在榻上，一脸难为情。就是大婚将近，我突然有点紧张，早上起来的时候也没有感觉了。我喝了口茶，说人话，我不行了。泽恒捂着脸，我看了很多太医，他们都没找到方子，无奈之下就来找你了。我抿着唇，咱不是男的，也没有这方面经验啊。但是被大家喊了这么多年神女，死马当活马医，试试吧。我打开手机，闭着眼在网站上输入几个字母，然后随机点开一个扔到泽恒面前。超多资源，你有福了。泽恒没听懂，等他看向屏幕反应过来时，脸已经通红。我在大厅坐了半个时辰，泽恒终于出门，将手机递给我，他意犹未尽。神女，真乃神女啊。泽恒成亲那天，高朋满座，萧贵妃一见到我就给了他儿子2剂爆炒栗子。快喊姨娘，以后姨娘教你法术。小皇子气鼓着脸，我才不信有什么神仙嘞。小皇子今年才5岁，就一副小大人的模样，他绕着我转了个圈。我勉强喊你一声姨娘吧，因为你很漂亮。我捂着脸，这孩子真会说话。被夸漂亮是每个女孩子这一生都逃不过的明眸。我母爱泛滥，
将手机里的小游戏打开。小皇子真会说话，姨娘给你玩游戏。他一见到手机，两眼便冒光。原来母妃说的法器是真的。果然，不管哪个朝代的小孩子都抵不过手机的诱惑。等婚礼结束后，我再次向皇帝他们告辞。萧贵妃抱着小皇子，一脸不舍。要不你别走了，我库里的珠宝都给你。小皇子也盯着我手机，奶声奶气。姨娘，你可不可以把这个送给我，或者我拿金子跟你换？此话一出，大家都笑了。小皇子不明所以，萧贵妃接话道：臭小子，你以为就你想过啊？我和你父皇都馋死这个法器了，可你姨娘的法器认主哦。我揉了揉她的头，然后删除了手机里我的指纹，重新录了她的。那就送给你好了。在场的人都震惊了，萧贵妃吓到结巴。这怎么行呢？快还给姨娘。我笑道，这个法器已经对我没用了，就送给她吧。我又捏了捏小皇子的脸蛋，凑到他耳边偷偷地说，以后当了皇帝要当个明君哦。小皇子眼神懵懂，他还听不懂皇帝不皇帝的，但萧贵妃跟我讲，皇帝有意立小皇子为太子。既然如此，他日后也可以用手机搜索一些为君之道，造福百姓。至于我嘛，这些年走南闯北，吹过林间的风，看过高山之上的星空，见识过世间的险恶，也感受了百姓的朴实和善意。这些远远是手机不能带给我的。这次我想去民间走一遭，靠自己将神女这个名头顶起来。萧贵妃问我为什么不留下来，我想是因为天高任鸟飞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